你这个卑鄙的女人，居然敢给本王下春药！我与王爷早就有婚约，可王爷却屡次想要悔婚，难道只是因为我的脸毁容了吗？不止你的脸，你的心更加肮脏。就算你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让本王和你上床，本王也绝不会对你有一分一毫的情谊。你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缕头发，都让本王觉得恶心。即便有了肌肤之亲，你还是如此厌恶我，那我便离开这个世界，再也不碍你的眼。妈呀，恋爱脑吗？为了个不爱自己的男人，选择上吊自杀，没有男人你就活不了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为什么会在上吊啊？这不是电视剧里的那个女主角吗？我怎么变成她了呀？啊！吓我一跳！你谁啊？装什么傻呀？你明天就要嫁给楚王了，你娘那个满身铜臭的商户女，应该给了你不少首饰嫁妆吧？统统交出来！哦，我知道。你就是那个尖酸刻薄、欺软怕硬的妹妹吧？放肆！哎，张嘴！眼睛干涩，舌苔厚白。你这个小姑娘平时没少上火吧？小姑娘家家的注意点自己的脾气，控制控制。别跟我废话啊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嫁妆到底交不交？我娘给我的嫁妆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还有啊，我是你姐，有点规矩。臭八怪，我今天告诉你什么叫规矩！哎，你敢打我？给我上！小姐，别动我！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林若姐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呢，只是在你的校穴上面扎了一针，这一针下去，怎么着也能让你笑上3个时辰。你快给我解开！我告诉你，你姐我永远是你姐。还敢不敢了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林若姐，我要告诉父亲，你竟然学会了妖法！废话这么多，看来你还是没消够啊！再给你来一针。走。真幼稚。这玩意儿看上去也不是天生的，显然是中毒啊！没事儿，反正我是医生，这点小事儿难不倒我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既然老天让我变成了你，那我就会替你好好活下去，不会再任人欺辱。小姐，小姐，再不出门就误吉时了，老爷该发火了。来了，
主子，王爷这剑练的杀气好重啊！还不都是因为林若锦那个坏女人？等她入了府，本夫人一定让她好看。锦儿嫁入王府，不知是福还是祸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哭什么哭？这种丑女能嫁给王爷，是烧了8辈子的高香。赶快上轿吧，别耽误了成亲。娘，您放心，无论那个王府是什么样的龙潭虎穴，我都可以闯一闯。婚房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王爷放心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林若锦厚颜无耻，为嫁入我楚王府不择手段。今天，本王就让她颜面扫地。新娘子到！哎呀，这林家二小姐长得非常吓人，楚王为什么愿意娶她呀？听说那晚楚王喝醉了，最后生米煮成熟饭。皇上赐婚不好违抗，先把流程走了，回头再和离就是了。新郎官到！新郎官到了，让一让啊！新郎官到了！丑女加公鸡，门当户对呀！新娘子，拜堂成亲吧！这太欺负人了，小姐，咱不嫁了，回去吧。我林若锦今日奉旨成婚，嫁的乃是楚王殿下。纵使这一身鸡毛红冠，但谁与我拜堂，谁就是楚王殿下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大喜之日，在座的各位，谁擅长丹青啊？不妨为我二人作画一幅，我赏黄金10两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这幅画作贴遍京城，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出我们楚王殿下的英姿。如果这楚王殿下是公鸡，那这当今皇上又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呢？这个坏女人！放肆！口无遮拦，目无尊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只是就事论事罢了。倒是王爷你用一只公鸡跟我拜堂，到底是在羞辱我，还是在羞辱皇上？这个坏女人！牙尖嘴利，去把她的面具撕掉！我要让她当众出丑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怪不得人人厌弃。王爷倒是仪表堂堂，但这般行事，不也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吗？你。小姐，你的脸好了，真不能相信啊！这般容颜，完全配得上我们楚王殿下，还搞什么公鸡拜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没想到你的脸居然恢复了，这一切都是你苦心安排的吗？这是你的王府，应该说今天这一切都是王爷你安排的。还有这个婢女，不也是你们王府的吗？没有，王爷，我真的没站稳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娶我，我也不愿意嫁你。可既然皇上都已经赐婚了，这该走的流程是不是得走完啊？大不了做个和离呗。和离啊？你以为本王会信你的鬼话吗？王爷，你今天要是敢违抗圣旨，那我林若锦敬你这条好汉。王爷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不能抗旨啊。拜堂。180
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放心，本王早晚有一天休了你。求之不得。好一个林若锦，我还真是小瞧她了。幸好王爷今晚不会跟这个坏女人洞房。主子，听闻这林若锦一直懦弱可欺，任人揉捏，怎么现在像变了一个人？我管她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要让她知道，在这个楚王府，谁说了算。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府里的椅子都拿去修了，就剩下这一把，这早膳只能委屈姐姐站着吃了。小姐，您才是正妃，她只是个妾室，哪有您站着她坐着的道理啊？没事儿。唉，什么正的妾的，本来我也不想做这个王妃的，到时候该离就离了。这个凳子啊，就让她去坐吧，大不了咱们拿些东西回去吃啊。姐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手滑了。这早膳，要不你趴地上吃吧？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！你凭什么弄翻我家小姐的早膳？啊！你个贱婢，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？怎么样，姐姐，你这个下人没规没矩的，我替你教训一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会。不过接下来，我希望你也别介意。说什么？什么猫？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楚王府打人？他一个妾室，我打就打了。我可是皇上钦定的楚王妃，他柳依依刚才对我不敬，我教训他一样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别以为你有圣旨就可以高枕无忧，总有一天，本王定会休了你。好啊，那王爷加油，妾身拭目以待。你。饱了，小猪，咱们走。是。林若锦这个坏女人，我一定不会跟她善罢甘休的。主子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姑奶奶就给她来点狠的。动手啊！啊！废物，用点劲儿！
林若姐，我要让你在这个王府彻底待不下去。小朱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王妃，王爷传您去书房。他找我干什么呀？萧夜寒，你找我干嘛？哇，这萧夜寒还有这么多遗书呢！这要是我们两个和离了，应该算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我带走几本，应该也不算过分吧？林若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呀，这不是许副将的战甲吗？当年许副将为了救王爷，战死沙场，尸骨无存，只留下这副战甲，王爷视为珍宝，从来都不准别人碰的。姐姐，就算你对王爷再不满，也不能拿这副战甲撒气啊！柳依依，你当真以为本王不敢动你？我来到这儿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这样了，不是我弄的。人赃并获，你还敢狡辩？本王只是不愿与你洞房而已。没想到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报复我，本王还真是低估了你。我前脚刚到这儿，后脚你们就来了。是你告诉他的吧？这么低劣的栽赃手段，也只有傻子才会相信。你冤枉啊！王爷，妾身对王爷之心天地可见，又怎会做出此等丧心病狂的事呢？倒是姐姐，她一向诡计多端的，先是给王爷下药，又在喜堂上公然羞辱王爷您，现在她还污蔑妾身。王爷，您可要替妾身做主啊！不知悔改，冥顽不灵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关进柴房，不批完柴房所有柴，谁都不许放她出来。萧夜寒，萧夜寒，我真想给他做一个脑部切片，看看他脑子里面到底长的是什么东西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被关在这破柴房的滋味儿怎么样呀？妾身怕你寂寞，特意来陪你说说话。九哥，你看，就是这个恶女人，她毁了你爹的战甲。你这个坏女人，竟敢弄坏我爹的战甲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这个小孩，到了你这个年纪，该懂的都该懂。你该擦亮你这个小眼睛，好好看一看，到底谁是好人，谁才是坏人。这九哥可是许副将的遗孤，王爷收养他之后视若亲生，他在王爷心中的位置啊，可比你高多了，是你能教训你。九哥啊，等会儿见到王爷，知道该怎么说吧？我要告诉义父，王妃是天底下最坏的女人，让义父赶紧把她给休了。利用一个这么天真可爱的小孩来争宠，你良心不痛啊？哎，那又如何？跟我斗，你差远了。九哥，九哥你怎么了？不好了，九哥好像被糖葫芦卡住了，卡住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要不用水给他冲下去？不行，不能灌水，这灭了他的命的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起来！卢卡豪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，窒息的。松开我！来人，把这个恶女人给我按住！松开我！按！我说不能灌水，松开！松开！九哥，起来！伊乌卡侯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5到15分钟。你干什么？等你们找到大夫来，黄花菜早就已经凉了，别碰我！这干嘛呀？这搞的什么东西啊？到底？
这叫海姆立克急救法，是通过给腹部施压，挤压到胸部，再让气管里面的异物排出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，9个他有个什么3长2短，你就等着负全责吧。王爷，你赶紧去看看吧，王妃她要把9个弄死了。什么？林若姐，你找死！王爷，9个他没气了，他死了。让开！阿九！毒妇！连孩子都不放过！姐姐，我知道9个他因为盔甲的事情顶撞了你，可是他毕竟是个孩子呀，你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能对他下此毒手啊！我今日要你以命偿命！你走开！我能救他，我能救他，他还有救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9个他都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居然连他的尸体都不放过！你这样，你对得起王爷，你对得起徐副将的在天之灵吗？火冲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，往死里打！是。走。萧远寒，我明明是在救人，你简直就是有眼无珠！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继续打，用力！诈尸了！给我打！死里打！诈尸了！阿九，你醒了？义父，阿九好害怕，阿九差点永远见不到您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跟义父说说。刚刚柳姨娘给我吃了一个糖葫芦，我被噎住了，然后柳姨娘又叫人在我嘴巴里灌了好多水，后来我越来越难受，就动不了了。柳氏，王爷，妾身只是想用水把9个的糖葫芦冲出来，绝对没有要害他的意思啊！无用蠢妇！阿九，然后呢？然后不知道是谁在我肚子上按了好久，糖葫芦被按出来了，再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没事，我们现在没事了啊！来人，把阿九抱下去，让大夫给他好好检查一下。是。柳氏胡乱施救，险些害了阿九性命，禁足半月，再罚他1年月令。是。王爷还打吗？还不赶快把王妃送回房去？是。我讨厌这该死的封建社会，一言不合就打板子，简直是没有人性。等，这王爷下手也太重了。该死的小野汉，你让他给我，我轻点，轻点。小野汉，你这个人还有没有点礼貌啊？进别人房间你不知道先敲门啊？整个王府都是本王的，何须敲门？宫中御赐的金疮药，本王赏你的。要不是看在你救了阿九的份上，你就算死，也不关本王的事。王爷还真是猴子学走路，假惺惺。你当初若真的在救人，挨板子的时候为何不辩白？你耳朵聋啊？我说了那么多遍，你信吗？你心里面不都一直认为我是心思恶毒吗？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不都一直觉得我是居心叵测吗？当初你还给本王下过药。一码归一码，反正许福将战甲被毁一事与我无关，你爱信不信。可笑，你以为本王是无知小儿，任你欺骗吗？行啊，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那咱俩也别在这扯有的没的了。
干脆离了算了。林若锦，你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欲擒故纵这套对本王无效。普信男，从古至今走到哪里都有普信男。王爷，查证过了，战甲上的脚印果然是柳侧妃的。把柳氏的1日3餐改为1餐，再罚他抄100遍女妾。那王妃那边，本王向来是非分明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哪怕像她这种女人，也不破例。想个法子补偿一下便是了。王妃明日回门省亲，肯定会求王爷陪同一道，不如王爷给个面子，开个恩。哼，便宜他了。这脸上的毒算是解了，可这下毒之人还没找出来呀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搞的鬼。小姐，该出发了。这是您让我找人打造的东西。这些都是干什么的呀？这个可全都是我吃饭的家伙。你跪下，我要骑大马。小宝乖，待会儿再骑，咱们先迎接王爷啊！已经日上3竿了，那个女人还没起床吗？明知今日回门还如此懒惰，成何体统？王妃她1个时辰前就独自出发了。哼，算的还有些自知之明，知道本王不会同她回去。王爷，您昨天不是还说要给她一个面子吗？你听错了。不会啊，王爷，昨天属下听得清清楚楚，绝对不会错。从今日起，你的1日3餐也改为1餐。我娘，姐儿，姐儿，你的脸好了，太好了，妹妹的脸好了，在楚王府想必更得楚王宠爱了吧？哎，王爷呢？我没叫他，自己回来的。说的好听，我看你是被王爷厌弃，不愿意陪你回门吧？要不是皇上赐婚，王爷又怎会娶她为妻？现在脸好了又怎样？还不是要遭王爷厌弃？我看啊，过不了多久，王爷定会休妻。那我还求之不得呢。废物！本以为能嫁给王爷，为家里添些助力，没想到你竟如此的无用，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。哼！怎么，父亲你一直自诩文官清流，到如今沦落到卖女求荣了？早知道当初你怎么不多生他10个8个女儿，全都嫁到宫中？那个时候父亲您可就有滔天的富贵了。你是个义女！老爷，别跟他置气。你少说2句，别再惹你父亲生气啊！哎呀，老爷，你看姐儿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要不咱先吃饭？哎，老爷，老爷。来，多吃点啊！去了王府几天，都瘦了。哎，小宝，打坏人了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赶快给我娘道歉！二小姐凶什么凶啊？人家小宝还只是个孩子，你又何必跟个孩子计较呢？就因为还是个孩子，就更应该好好管教。他现在都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该懂的事情也该懂了。一味的纵容，只会越来越坏。
锦儿，算了，不打紧。老爷，咱小宝昨天在马市看中一匹骏马，非要吵着闹着要买，也不贵，才800两银子。买，只要小宝喜欢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老夫也去给他摘下来。谢谢老爷。可是妾身问了账房，说是账上的银子不够呢。你是怎么涨价的？账上这点钱都没有吗？这几年，我的那些铺子一直亏损，府里开销又越来越大。姐姐就别在咱大家伙面前哭穷了。你给了你女儿多少嫁妆？你不说，想必在座的各位心里都清楚，是把咱府里这1年的银子都给出去了吧？什么？真是胡闹啊！嫁给这么一个蠢货，要给这么多的嫁妆吗？真不该让你这个商后之女来涨价。有完没完了？我倒是想问问父亲，你每个月的俸禄是多少？林府整月的开销又是多少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看来父亲是不愿意说呀。那我就帮您来算笔账吧。父亲官居4品，在大俸的制度，您每月月银80两，俸米50担，而林府整月的开销高达白银1000两。那么我想问问父亲了，这多出来的银子是从何而来啊？难不成父亲平日里贪赃枉法？胡说八道！老夫一生为官清廉，从未做过贪墨之事。就算是圣上派督察院来查，老夫也丝毫不惧。行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这多出来的差额到底是从何而来啊？蓝姨娘，你那个官居7品的爹，有事儿没事儿逢年过节就来这里打秋风，那看来他也没什么积蓄吧？没错，府里用的银子都是他的，但我好歹也是正经的官家小姐，她呢，不过是个商户之女，要不是手里有几个臭钱，哪轮得到她做这个当家主母？你既然说我母亲身份低微，还心安理得花她的银子，那你岂不是自甘下贱？你贱人，你敢说我娘下贱？起开！你竟然敢推我！老爷，你看看，放肆！蠢妇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东西，满身铜臭，毫无教养，简直跟你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铜臭！当初要不是我娘出钱供你读书，就你一个穷书生，能一路科考平步青云。你现在倒是当大官了，对我母亲不但不感恩戴德，反而对她百般羞辱。我倒是想问问父亲您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难道是读到狗肚子里了？姐儿，快别说了，反了！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你竟然敢骂老子！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老爷，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今天非要打死他！你敢打？我是楚王妃，你敢打我，就是在打楚王。你竟然敢骂老子！我今天非打死你！千万别跟他让开！娘，今天非把他打死！我是楚王妃，你敢打我，就是在打楚王。哼，你拿楚王来吓唬我！你个被他厌弃之人，希望他来替你撑腰吗？我楚王妃的身份是皇上钦定的，上了皇家玉牒。父亲若是敢违抗皇令，那就是放着皇家颜面而不顾，你敢吗？哼！站住！父亲您身为礼部郎中，难道不懂得朝廷礼法吗？顶撞王妃，应当如何？老臣刚才多有冲撞，请
请王妃恕罪。娘，我们走。何必为了我跟你父亲闹？这种日子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哎呀，娘，你说你既然过得这么不幸福，那你为什么不和离啊？这种话可千万别再说了。女子出嫁从夫，就算有天大的委屈，也只有受着的份儿。可女人也是人啊，那是人就有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权利。什么三从四德呀，全都是封建糟粕。你在王爷面前可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。王爷，密谍传信，科举舞弊案有线索了。人在何处？京郊竹林。参见王爷，小人信不辱命，证据到手了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小心！快把人带走！走！追！母亲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脸上这块红斑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当然记得，你14岁那年高烧了3天3夜，差点醒不过来。我当时被吓得6神无主，多亏了你大姐日夜不眠，亲手为你熬药喂药，才把你给救了回来。只可惜，从那之后，你脸上就生出了一大片红斑。母亲，这是府上刚做的糕点，您和妹妹边吃边聊吧。来得正好，我刚刚还在跟简儿说呀，5年前多亏了你，帮她捡回了一条命。母亲跟我何须客气，我亲娘走得早，是母亲亲手把我抚养成人，这份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。我今日来，其实是来向母亲赔罪的，都怪我没有打理好铺子，害得账上银子短缺，让您被父亲责骂。傻孩子，做生意有挣就有亏，很正常，你不用太过自责。我有一个主意，现在行情不好，若是能变卖掉1半店铺，把钱用来开拓新的业务，母亲觉得如何啊？不妥，这些铺子都是我娘家祖传下来的，积累深厚，不可随意变卖。是我冒失了。我脸上的毒斑是由黑珠草造成的，此物属于狐药，产自西域，珍稀罕见，京城中只有皇家医馆才有售卖。那如果我找到了销售契路，下毒之人不就水落石出了？皇家医馆，霍冲。大夫，快啊！大夫，怎么样了？救不了，剑上有毒，且中箭戳靠及心脏，一旦拔剑，必死无疑。老朽实在无能为力。大夫，求求你再试试吧，
万一能救活呢？就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没用。是你，松开我！你还跟踪我？谁说我跟踪你？我是来找大夫的，松手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放开我！瞳孔扩散，毒素已经侵入心脉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我需要救他！毒妇，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的命，那本王就先要了你的命。松手！松手！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毒妇，你对本王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给你扎了一针毒药而已，先是四肢麻痹，如果不及时服用解药的话，你就会全身溃烂而死。哎，你松开，松开！你竟敢给我家王爷使用毒药，赶紧把解药交出来！想要解药，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过来帮忙，快来！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刀。李若锦，本王叫你住手，你听到了没有？镊子。毒妇，住手！再折磨他，本王就把你碎尸万段！毒妇，擦汗。给我擦汗！哦，哎，可以了。这个人吵死了。不许动他！给，把他嘴堵上。你住手！王爷，对不住了。针。手术很成功，他要不了多久就能醒了。神乎其技，神乎其技呀！姑娘简直是一仙下凡，老朽佩服。别，大夫，您谬赞了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好。解药呢？我给他下的只是普通的麻药。再说了，现在药劲儿早就已经过了。起开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哎，没事吧？大夫，你是否记得5年前有没有人买过黑猪草？黑猪草？这黑猪草毒性巨大，价格又昂贵，基本无人问津。倒是5年前，确实有人来医馆买过它。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人的长相？那女子戴着面纱，看不清长相。不过老朽记得，她左手手腕有一颗红痣。都怪我没有打理好铺子，害得账上银子短缺，让您被父亲责骂。是他。
李郎，李郎，哎，讨厌。每次都只这么点儿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银子远走高飞啊？这个老女人，说是让我打理铺子，实际上对我防备的很。我要是想拿到钱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养人鼻息的日子不好过，要我说，干脆把这些铺子全都据为己有。您可有主意？你可真坏！我还有更坏的呢。娘，还是你最懂事。你来干什么？这可没你的位置。这是我攒了几年的提己钱，姨娘拿去给小宝买马吧。哼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姨娘别误会，我只是心疼小宝，如今家中银钱短缺，可怜他小小年纪，也得跟着一起受苦。你还好意思心疼小宝？还不是因为你经营不善，连区区几个铺子都打理不好。姨娘有所不知，这铺子名义上是我在打理，可实际上全都是大夫人在背地操控。可恨他思想保守，不懂变革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铺子就全部被他赔光了。那怎么行？那到时候我们全家不得陪着喝西北风啊？要是姨娘能从母亲手中夺来铺子，再交予我打理，我保证每年能赚到这个数。5000两，5万两，还不赶紧给大小姐赐座，没眼力见儿的东西！是，12间铺子，总共亏空了10万两。你们两个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就不怕掉脑袋啊？二小姐，二小姐饶命啊！这都是大小姐逼我们干的。我问你，5年前的这一夜去哪儿了？哎呦，二小姐，小人真的不知道啊！这账册平日都是大小姐亲自保管。你想不想要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？请二小姐明示。你把大家都喊来，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些年我娘的铺子呢，年年亏损，导致府里面的月银亏少，入不敷出。你还有脸说这个？你看看咱们家现在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，连匹小宝喜欢的马都买不起。既然姐姐不善经营，那就应该把铺子的管理权交出来，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去管理。老爷，若是把这些铺子交给妾身管理，我保证每年能进账3万两。真的？那当然。好，你赶紧把手中的铺子交给兰儿。这些全都是我娘的陪嫁，凭什么让她交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姐姐既然已经嫁进了林家，那就是咱们林家的人，这些铺子自然也都是林家的铺子。说的没错，你今天若不把铺子交出来，我非休了你不可。母亲，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，您就把铺子交出来吧。希儿，你真是好一出逼宫大戏呀！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林锦仙，你可知罪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带进来。你
这到底是要做什么？我彻查了铺子里面所有的账目，其实这些铺子啊，年年都有盈利。那为什么账上还没钱啊？问得好，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啊，有一个蛀虫，贪了足足10万两啊！10万两？掌柜的，你来说说。是大小姐，她仗着夫人信任，从不查账，明里暗里从铺子里支银子。她还威胁小人，要是敢说出去，就杀光小人全家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，肯定是你贪污了这些银子，还妄想栽赃陷害于我。小人所说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虚假，愿天打雷劈。哎，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仙儿，这是真的吗？是你们母女2个人合起伙来污蔑我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。行，那咱们就说说5年前你害我脸毁容之事。什么？5年前我根本就不是因为发烧才毁容，是因为他给我下了黑猪草之毒。我没有。姐儿，你会不会是弄错了？小朱，带人进来。这位是皇家医馆的刘大夫，黑猪草只有在皇家医馆才能买得到。刘掌柜，你一定记得买药之人吧？是的，老朽记得，买药之人，左手手腕处有一颗红痣。可否是这个？就是他。不是我根本没有买过什么黑猪草，肯定是你污蔑我贪污不成，还想诬陷我下毒。掌柜，黑猪草多少钱一条？500两整。谢谢，2位可以请回了。巧了，5年前的5月17日，你恰好从铺子里支出了500两。这件事情，该不会是巧合吧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不可能，这账册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真的那夜已经被我死。你承认了？大家听到了，他自己承认了，所有的事情，全部都是他做的。姐儿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，你怎可下毒害她？这5年来，她过得如此痛苦，你难道就不内疚吗？我凭什么内疚啊？她只痛苦了5年，我呢？自从我娘死后，我没有一天是不痛苦。凭什么她有钱又有颜，还有亲娘疼爱，而我却什么都没有？是啊，我就是嫉妒她，我就是要为了她。走开！这么多年我对你视如己出，只要有锦儿的，就绝对不会少了你那份儿，你何苦还不满足？你少假惺惺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对我好，都是为了你那个贤良的名声。对我，何曾有过半分真心？什么视如己出？我呸！我娘若不是真心待你，怎会把铺子交给你打理，让你贪了这么多的钱？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坏东西！孽障！下毒之事我就不追究你了，赶紧把贪污的银子给我还回来！银子早就被我藏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得到1分。你进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什么人？凭什么抓我？李郎，放开！大姐，你贪污的那些银子，是不是都给你这位情郎花了？什么？情郎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我晚点再教训你！畜生！把我家的银子还回来！银子？什么银子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不承认是吧？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承认为止！哎，你们可动我！我家主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给我打！我看谁敢动手！下官参见世子。凌大人一个区区4品文官，好大的威风啊！竟敢对本世子的人滥用私刑。下官真不知道这位公子是世子您的人。错了，他只不过是本世子的一条狗，但即便他是本世子的狗，你也惹不起。世子教训的是没用的东西，连这些下三滥都对付不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！哎，世子，他偷了我家10万两银子。是这个女人自愿赠予我的，她送我银子，我陪她睡觉，多公平！你说什么？听到没有？这银子是你女儿睡男人的嫖资，岂还有要回去的道理？站住！堂堂世子，指使自家邻人诱奸闺阁少女，诈骗巨额钱财，这已经触犯到大奉律法了吧？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跟公鸡拜堂的楚王妃。我爹是堂堂的中永侯，就凭你一个有名无实的王妃，能奈我何？世子好大的威风啊！参见楚王殿下。参见楚王殿下。本王奉旨彻查科举舞弊案，目前不少证据，可都沾着中永侯府。世子不在家静心思过，竟还敢在外嚣张跋扈，是嫌命太长了吗？微臣不敢，微臣这就回家反省。侯冲，世子，是王爷，把这戏子押到官府，即刻问审。走。世子救我！世子！世子救我！王爷，那个李玉香挨了一顿板子之后，全部都招了，10万两银子已经全部追回，并且交到林夫人手上。林锦欣也按照王妃的意思，被送到了乡下的庄子关了起来。今天的事，谢谢你啊。你救了本王的人，本王欠你一个人情。现在你我两清，不要妄想以后本王会对你假以辞色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呀？谁都得往你身上贴。站住！本王警告你，从今以后，你再敢用那怪东西扎本王，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你要是不惹我，我自然不会扎你。可你要是敢惹我，我照扎不误。圣旨到。宣楚王、楚王妃明日进宫参加七夕宫宴，钦此。遵旨。待会儿拜见皇后娘娘，切记谨言慎行，宫里不比宫外。你要捅出什么篓子，本王定不会救你。叶寒哥哥。叶寒哥哥，真的是你。月溪，好久不见。月
月溪已经有4个月零12天没有见到叶寒哥哥了。月溪以为叶寒哥哥都把我忘了。我没有。真的？哎，这就上手啦？是月溪冒犯了。无妨。你怎么进宫了？皇上将我指婚给了燕王殿下。你要嫁给三哥？月溪一想到要嫁给除叶寒哥哥之外的人，心里就好难过。都是本王的错。若本王当时不被奸人暗算，也不会与你错过。叶寒哥哥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怪月溪福薄，没能嫁给自己深爱的人。姐姐，能否让我单独和叶寒哥哥相处一会儿？你且走远点。你们两个要说悄悄话，你们俩不会自己走远点？凭什么让我走？林若姐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蛮不讲理？到底是谁蛮不讲理啊？我，好歹算是你名义上的王妃吧。你在这儿和这个女人卿卿我我，哦，现在还让我给你们两个腾地方啊？姐姐，夫为妻纲，你作为妻子，怎么能在外人面前顶撞自己的夫君？你若有气，就冲我撒吧。算了，不用理这个不识好歹的女人，我们去别处。姐姐，身为女子，夫为妻纲，什么玩意儿？差里差气，气死我了！叶寒哥哥，听说你在调查科举舞弊一事，燕王殿下也牵涉其中。你想为他求情？月溪不是不明事理之人，虽然燕王殿下是月溪未来的夫君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但月溪也不会徇私的。若他真的有罪，也请叶寒哥哥不要惦念月溪，秉公执法即可。你放心，就算三哥获罪，我也会竭尽全力护你周全。月溪不是担心自身安危，而是担心叶寒哥哥你。此事牵涉众多，叶寒哥哥若没有万全的把握，切不可上报，否则恐遭反咬，引火上身。谢谢你，月溪，你总是替本王着想。叶寒哥哥，今天是七夕节，你还记得10年前我救你的时候吗？当然记得。你怎么了？只可惜，都怪月溪太贪玩，把那枚玉佩弄丢了。无妨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本王永远都会记得。光天化日，不知廉耻。殿下，皇后娘娘有请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好。
口口声声说什么不会我，还是一点都不肯通融。萧夜寒，你可真是个不通人情的榆木脑袋。小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对付萧夜寒，我有的是办法。月溪与夜寒哥哥说说体己话，不方便外人在场。姐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唉，你一个有妇之夫，都不顾自己的名声与外男私会，你自己都不介意，我有什么好介意的？参见上皇后。今日七夕，既是宫宴，也是家宴，大家随意取乐，不必拘泥。多谢父皇。谢父皇。谢父皇。皇后啊，这个葡萄跟你一样甜，快尝尝。孩子们都看着呢，正经点。哦，哎，说不喂还真不喂啊！来，不吃了。你就是楚王妃，传闻你容貌丑陋，今日一见，分明是个美人胚子啊！母后，您才是艳光四射，风华绝代，在您母仪天下的姿容面前，晨曦不值一提。小嘴真甜，本宫一见你啊就喜欢。现在咱们总算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了。母后，月溪也会是个好儿媳的。啊，你不说我都把她忘了。民间七夕节有女子斗桥比试的习俗，听闻十分热闹有趣。不如月溪与姐姐比试一场，给皇上皇后取乐如何？谁不知道月溪姐姐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就怕某些人自知蠢笨不堪，不敢应战。过节就过节，整这些虚头巴脑的做什么？本宫对比试没有兴趣，不比。区区作诗而已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母后，晨曦愿意一试。楚王妃这么说的话，那本宫又有兴趣了，那就比。好，那就以雪为题，请月溪和若锦现场各作诗一首，才高者为胜。月溪已有一首：冷月照寒林，雪花落无痕，孤影伴青灯，独自思故人。不错，此诗把雪夜描写得清静优美，思念故人之情跃然于纸上。月溪果然才思敏捷呀！喂，该你了。唉，一片、两片、三四片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片，笑死我了！你这也叫诗？林若锦，你这诗不会是你娘那个商户女教的吧？四弟，你这个楚王妃就这点水平，简直把你们楚王府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千片万片无数片，飞入梅花都不见。好诗。此诗前3句看似平常，第4句却陡然将低谷推向疾风，令人回味无穷。不愧是本宫的好儿媳啊！楚王妃的这首诗确实意境更胜一筹啊！林家从未请过教书先生，姐姐却能做出如此好的诗，此般天资，妹妹佩服。什么天资？我看就是作弊。这诗一定是你娘提前给你买好的。
你们母女俩真不要脸！郡主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在作弊？没证据又如何？那你能证明你没作弊吗？有本事由月溪姐姐出题，再做一手。你若做不出来，就得向月溪姐姐磕头道歉。我若做出来了呢？你若是做出来，本郡主给你磕头道歉。一言为定。你出题吧。那就请姐姐以月字为题，作诗一首。楚王妃这首诗必须做得比上一首咏雪更好，才能洗脱你作弊的嫌疑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诗，遣词质朴，读来却别有风味。望月思乡之情脱口吟成，浑然无际，且立意新颖，独具一格。不错，楚王妃的这首诗堪称银乐的千古绝唱啊！诗我做出来了，郡主，你是不是也该兑现你的承诺了？林若锦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让本郡主给你磕头道歉？丹莎年幼，说话不分轻重。姐姐若如此较真，就显得不识大体了。郡主可是在替你出头，你既然这么大气，那不如就由你来替她受罚。姐姐别生气啊，妹妹也是为姐姐着想，毕竟郡主可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，你这样公然欺负郡主，岂不是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？哎，你可少给我扣高帽啊！君子一诺千金，这郡主是皇室中人，那说话更应该信守诺言，要不然不是更驳了皇后娘娘的脸面？放肆！你竟敢对姑母不敬，简直罪该万死！姑母，这林若锦必须重罚。好，身为皇族，自当作为表率，千金一诺，不可背弃。楚王妃这道理说得好。娘娘，她可是对您不敬。楚王妃句句在理，哪里来的不敬啊？还是在你林月溪眼里，本宫就是个小肚鸡肠、没有容人之量的皇后。月溪不该。丹莎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。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行了吧？哎，起来吧。哎，丹莎从小心高气傲，猛然被如此折辱，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？林若锦，你身为一个女子，却如此的咄咄逼人，就算你诗做的再好，但论品行，比月溪差远了。楚王妃的2首诗实在令本宫意犹未尽，本宫有个主意，就请楚王妃和林姑娘共同作诗，就以七夕为题，如何？2人怎么共同作诗？这有何难？就由楚王妃来作诗，林姑娘来磨墨。母后，不妥啊！月溪又不是楚王妃的丫鬟，怎能替她磨墨呢？以林姑娘的气度，想必不会拘泥于这些小节。京城2大才女共同作诗，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。皇后言之有理，来人，上笔墨。贱人，今日我非让你当众出丑不可。有了，别动！
有了，别动。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。银汉迢迢，暗度金风。哎，别动，别影响楚王妃作诗。后面是什么来着？啊，想起来了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好一个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啊！两情朕与皇后便是如此。又岂在朝朝暮暮？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字字珠玑，堪称千古绝句。这女人的才华之深，超乎本王想象。难道本王对她有误解之处？楚王妃这首词，独树一帜，立意高远，明写天上双星，暗写人间情侣，读来荡气回肠，感人肺腑，实乃传世佳作呀！来人，赏楚王妃珠宝10箱，绸缎100匹，黄金1000两。谢父皇。一会儿宴会结束，楚王妃随本宫来一趟。哎呀，这么多孩子呢！母后单独见我，难道是因为我给萧夜寒下药的事，要找我算账？不过刚好，反正我本来就是想和离，这下顺水推舟。楚王妃，你可知罪？臣妾知罪。母后若是要我和楚王和离，臣妾绝无怨言。你有这样的诗才，怎么不早点和本宫说？这样的大作现在才拿出来，当真是天大的罪过啊！听说你给寒儿下了药？是，臣妾自知有罪，不可饶恕。若是母后要我和楚王和离，我发誓，确实不可饶恕。本宫就罚你再做2首好诗，回头给本宫拿来。啊！你虽有错，但本心不坏，不过是对寒儿真心痴恋，和离之事莫要再提。母后，要不然这事儿您再考虑考虑。王爷对我没有半分情意，他对那个林妹妹那才叫一往情深呢。你也太小看本宫了。本宫这些年一路走来，登上后位，也算是识人无数。这女子品行一看便知。那林月溪虽表面温柔，却是一肚子心计算计。与南阳早已有婚约，还想吊着寒儿不放，本宫又岂会让她得逞？可是母后，没什么好可是的。你是本宫认定的儿媳妇儿，本宫不帮你帮谁？他日若是那林月溪再生事端，本宫就是你的靠山。林若锦啊，林若锦，就算你恢复了容貌，会写几首破诗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喜欢的男人眼里就只有我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叶寒哥哥，你最喜欢月溪了，对不对？
可光有喜欢是不够的，我是要当皇后的女人。你的生母出身低贱，自己也不是皇上重视。小南阳虽然是个宠惠，却有机会登上大位，那我就只好嫁给他了。不过，就算我不嫁你，我也绝对不允许你爱上别的女人。你这一辈子，满心满眼，就只能是我一人。比试赢了我，你很得意吧？也不至于，毕竟赢你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再怎么牙尖嘴利，在我眼中，不过是个可怜虫罢了。你的夫君满心满眼都是我，仅凭这一点，你就一辈子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唉，真是可悲。你什么意思？一个女人把自己的人生都寄托在男人身上，就为了博得男人那一点点的疼爱和怜惜，就和自己的同性勾心斗角、争风吃醋，难道这还不可悲吗？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我倒要看看，被你的夫君彻底厌恶后，你该怎么做。若锦，月溪只是来祝贺姐姐，没想到姐姐对先前的事情如此介怀，还对我动了手。叶寒哥哥，月溪害怕。毒妇，你把月溪从这么高的地方推下来，是要她的命吗？你还真是厉害啊，演得这么敬业，差点连我都陷了。本王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叶寒哥哥，姐姐只是太爱你了，所以才嫉妒我，对我下此毒手。本来看你在宫宴上的表现，本王还对你有所改观，没想到你还是一样的阴险毒辣、下作之极，真是糟践了满腹诗才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最后再提醒你一次，阴险狡诈之人是他林月溪，你爱信不信？没什么，没事。叶寒哥哥，月溪，这是月溪亲手为你熬的参汤，尝尝合不合口味。太麻烦你了，月溪，以后这种事情交给下人去做就行了。叶寒哥哥怎么跟月溪生分了？还是说，叶寒哥哥有了姐姐，就不喜欢月溪了？本王不是这个意思。没关系的，叶寒哥哥要是不喜欢月溪，大可以说出来。月溪保证，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，惹你烦心。本王对你的心从未改变。真的？可姐姐现在变得又美又有才，叶寒哥哥迟早会喜欢她的。绝不可能。那女人虽有些诗才，可内心肮脏恶毒，本王对她只有厌弃。你对本王有救命之恩，要不是她当初横插一脚，本王的王妃只会是你。叶寒哥哥，有你这句话，月溪这辈子都知足了。王爷，妾身为你熬了鸡汤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王爷，妾身为你熬了鸡汤。你们在干什么？
你这个狐媚草，你马上就要嫁人了，为什么缠着我们家王爷不放？放肆！王爷，妾身可是为你好呀，她可是未来的燕王妃，这传出去了，王爷的名声和脸面……你够了！本王的事还轮不到你智慧，出去！飞信，飞信。啊。柳氏向来小肚鸡肠，言语刻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都怪月溪失了分寸，才让刘姐姐误会。她现在一定很伤心。月溪去劝劝她。一个林若锦没有解决，又来一个林月溪，贱人！你们都是贱人！你来干什么？你来看我笑话吗？刘姐姐，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宫宴过后，林若锦的才名已经传遍京城，想必姐姐也略有耳闻吧。用不了多久，楚王就会爱上她。到时，这府上可就没有你的容身之所了。不过，我可以帮你除掉他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楚王妃的位置原本就是我的，被他林若锦用下作手段夺了去，这口气我能忍吗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不是吗？那你打算怎么帮我？那个女人可不好对付啊。你只需要把这个下在她的饮食里。下毒？不行呀，你当刑部那些人都是吃白饭的呀，到时候她倒是解决了，我也完蛋了。你放心，这是狼红花粉，没有毒性的。不过，若是房里有七星兰，再服用狼红花粉，他就必死无疑。你需要做的，只是在他毙命后，偷偷把七星兰偷出来。这样，就是刑部来了，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。他死了，你就是楚王府唯一的女主人。到时我在叶寒哥哥面前美言你几句，让他扶你做楚王妃，荣华富贵，还是扫地出门，你自己选择。姐姐，姐姐，妾身今日逛花市，发现这盆兰草长得很精神，特意送来给王妃赏玩。还挺好看。柳妹妹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叫做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？我听说过。先前的事都是妾身的错，王妃既然已经嫁入王府，那就是妾身的主子，妾身以后一定好好服侍您。那还请王妃给妾身一个改错的机会。行，那这个我就收下了，多谢柳妹妹费心。那妾身就不打扰王妃了。这兰草好奇特呀，这叫七星兰，数量稀少，价格还不菲呢。他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要不奴婢把它拿去扔了？哎，不用，先留着它吧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还能耍些什么花样。王妃，您的晚膳好了。
姑妈，今天这粥不错啊，您要不要尝尝？这是给王妃的粥，奴婢就不尝了。哎，别这么客气嘛，我让你尝，你就尝一口。不用，奴婢不尝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的粥里面下毒！来人，把他拉出去。是。饶命啊，王妃，奴婢冤枉啊！饶命啊，王妃！这楚王府的下人真是无法无天，连王妃都敢毒害。他在我粥里面下的是狼红花粉，无毒。啊？这狼红花粉单独服用确实无毒，可若吸入了这七星兰的花粉，便会产生剧毒，见血封喉。是柳侧妃？是他，也不是。这狼红花粉属于非常罕见的狐药，一般人连见都没见过。再加上和七星兰混毒的这种方式，寻常人更是不可能知道。他柳依依不懂得药理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所以我猜，一定是有人告诉他。小姐打算怎么做？把消息传出去，就说吴妈在我的粥里面下毒，被我当场抓获，现在正在被严刑拷问。是。完了！听说吴妈给林若锦下药被抓了，正在被严刑拷打，怕是很快就要招了。这点事也做不好。这万一被林若锦知道是我给她下的药，那我就全完了。慌什么？别忘了，狼红花粉没有毒性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你去找个机会，把七星兰偷回来，到时就算查到你的头上，单凭一碗没有毒的粥，他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小姐果真料事如神，柳侧妃真的把七星兰偷走了。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就等着他的幕后之人自己露出马脚。七星兰拿到了，我们总算安全了。哎，你被骗了，这根本不是七星兰。林若锦这个贱女人，她居然敢耍我！看来我们的计划都被林若锦识破了。可七星兰还在她手里，一旦吴妈招供了，我就完蛋了呀！你帮我想想办法呀！事到如今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不管我了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算完蛋了，你也好不了。我现在就去找王爷，我就说是你指使我这么干的，到时候大不了一起死。等等，姐姐别急啊，月溪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，可助姐姐脱身。什么主意啊？主意是，你死就好了。
什么？今天一早，柳侧妃被人发现溺死在荷花池，满府震惊，连仵作都来了。王妃，王爷请您即刻过去。叶寒哥哥，柳妹妹死得好可怜，你一定要为她讨回公道。昨夜此时你在哪？我在房里睡觉。可有旁人能为你作证？我睡觉一向不喜欢有人打扰。小猪在，他可以作证。对，小猪是姐姐的陪嫁丫鬟，自然是跟姐姐一条心。她说的话，恐怕不能作数吧？你们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害死了柳依依？把你们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昨夜奴婢在园子当值，子时左右，忽然听到荷花池旁有人争吵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王妃与柳侧妃，因此奴婢没敢上前。哪知没过多久，就看到王妃把柳侧妃推下去了。你胡说！我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去过荷花池。奴婢不敢撒谎，而且当时在场的不止奴婢一个。没错，奴婢也看见。你既已看清是我推他入的荷花池，为什么不大声呼救，而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溺毙而亡？奴婢们当时太害怕，生怕王妃发现灭口，所以不敢呼救。奴婢该死，请王爷责罚。丫鬟们畏惧主子，这是天性。他们固然有罪，但罪魁祸首不是他们。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说了，不是我害死的他，我和他无怨无仇，我为什么要害死他？听说昨日，厨房的吴妈在姐姐的粥里下了毒，并且已经供出是柳侧妃指使的。可有此事？的确，他先送我七星兰，后让吴妈在我的粥里放入狼红花粉。狼红花粉和七星兰相加，会产生剧毒。所以你怀恨在心，杀了柳依依。我说过不是我，而且我也不认为柳依依会知道这么复杂的药理，她一定是受人指使，而且我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她，而是她的幕后之人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在狡辩？你是把叶寒哥哥当傻子吗？你干什么？他的死因是什么？溺水而亡。不可能，他是先被人杀死，后推入水中。姐姐，你怎么为了脱罪信口胡说呢？溺死之人在水中会剧烈挣扎，呼吸急促，因此口鼻之处应该有蕈状泡沫，手指应该会有泥沙和水草，气管和肺部也会有大量积水。可如果先被人害死，就不会出现以上症状。王爷如果不信，可以让仵作抛开他的肺部，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水。万万不可！妹妹已经够可怜了，怎么能因为姐姐的一番胡言乱语，就不给妹妹留个全尸啊？我倒是觉得他应该很希望看到害他之人可以被绳之以法。一派胡言！若柳侧妃真如你所说是被人杀死，那她全身上下为何没有任何伤痕？事已至此，姐姐，你就承认了吧。果然，他是让人用针刺入后脑而死。这种杀人方法既能让人死亡，又不会有明显的创伤面。这凶手心思阴毒，可见一斑啊！刚才你们两个人说亲眼所见，柳依依被王妃推进了荷花池。夜色深重，许是奴婢们眼花，看错了吧？刚才还言之凿凿，现在岂是一句看错了就能圆过去的？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？王妃误会了，没有人指使我们。还敢嘴硬，污蔑王妃是要诛九族的。你们不怕死，你们的父母亲人也不怕死吗？你们两个，谁要是先说出是何人指使，
我就饶你们谁一命。是他给了我们1人50两银子，是他让我们这么说的。王爷小姐，奴婢冤枉啊！奴婢根本就不认识他们，更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啊！叶寒哥哥，这2个丫鬟满嘴谎话，千万不可相信啊！月溪愿以性命担保，小姐肯定是无辜的。无不无辜，不是你能说了算的，要看证据。你现在可还有证据？当然，这是夜光粉，晚上遇到烛火之后会发出微微的光亮。昨天晚上，柳依依到我的房间里偷走了七星兰，便踩到了我特意为她准备的夜光粉，随后，她就来到了你的房门口。来我房间能说明什么？只能说明我们姐妹感情好，她晚上来找我闲聊罢了。别急，小朱，拉布。脚印一直到了这儿，就没有了。证明昨天晚上柳依依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房间。那我猜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她刚刚走到这儿，就被人叫住了。另外一个人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她，假装要在她耳边说些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掏出了一根针，插进了你的后面。林妹妹，你好手段啊！不关我的事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小琴，昨日我不在房中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姐，你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谁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是我趁小姐不在的时候杀了柳侧妃，嫁祸给楚王妃。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我家小姐爱慕王爷，却被那个女人用下作的手段横刀夺爱。我家小姐心地善良，我却咽不下这口气。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，与小姐无关。叶寒哥哥，小琴犯了如此大的错，月溪虽毫不知情，但也有御下无方之罪。月溪甘愿受惩罚。是他自己犯罪，与你无关。火冲，把小琴给我交去刑部，依法论处。小姐杀人是死罪，小姐救救我！小姐，求求你！姐姐今天受委屈了，月溪替小琴给姐姐道个歉。一个奴婢心甘情愿地替主子顶罪，你们主仆二人关系不错呀。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惹我一次，我就拔你一颗棋子。我倒要看看你身边究竟有几个小情可用。报！王爷、王妃，皇后娘娘病重垂危，皇上宣2位即刻进宫。什么？皇后情况如何？娘娘突发凶病，脉象已经微弱欲绝。微臣虽然用了药，但恐怕凶多吉少。凶病，那不就是现在的心肌梗塞吗？废物，治不好皇后，朕要你的脑袋！皇上明鉴呢，微臣已经尽力了。可是此病乃是凶险无比，它是出了名的绝症啊！医书上记载，得此病者
说，但发西死，西发但死啊！父皇，皇上，父皇，皇上这是急火攻心，好在并无大碍，服些安神的药即可。反正母后也好不了了。父皇，我来照顾父皇。父皇，慢点儿，小心父皇。母后，母后，抢救及时的话，还能有一线生机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能治母后的病。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你那微末的医术又有什么用？本王绝不允许你拿母后的身躯冒险！出去！你找死！再多一句废话，母后就多一分危险。起开，别碍手碍脚。住手！给本王住手！不许你胡乱医治，伤害母后！住手！糟了，那药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母后胡作非为！母后危在旦夕，你还敢胡乱吃药，你这是在害死她！母后，小野寒，你母后，你醒了。陛下，从脉象看，娘娘的病竟大有好转呐，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便可痊愈。太好了，孩儿，你的王妃救了皇后，这份功劳朕记下了。等皇后痊愈，朕重重有赏。多谢父皇。谢父皇。起来吧。本宫先前虽然病重，但神智尚在。你为了救本宫，差点被孩儿所伤，委屈你了。不论是身为臣媳还是医者，救治母后都是我的分内之事。臣媳不觉得委屈。这是本宫的令牌，见它如见本宫亲临。本宫把它送给你，从今以后，除皇上外，谁都不能动你。谢谢母后。上次宴会，本宫就觉得你诗才惊艳，没想到你在医术上也有这等造诣，真是了不起。孩儿能娶你为妻，是他的福气。母后，您过奖了。月溪见过娘娘，娘娘可觉得好些了？好多了，多亏了楚王妃，回头本宫准备让寒儿替我好好谢谢她。在我大凤治病救人需要行医证明，但据月溪所知，姐姐似乎没有行医资格吧？若是为了领功，贸然给娘娘治病，此间若是有了什么闪失，这个责任，姐姐你担当得起吗？楚王妃，你当真没有行医资格？回母后，臣媳的确没有。娘娘，你听见了，她自己都承认了，她无证行医，触犯了大凤律法。
这可是犯了大错。无证就无证，你一口一个姐姐喊的倒是亲切。楚王妃犯了错，你这么高兴做什么？月溪没有，娘娘误会了。楚王妃虽无行医资格，但明知触犯律法，却依然挺身相救，这等赤子仁心，堪为天下医者表率。来人，立刻给楚王妃颁发行医资格文书。谢母后。娘娘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姐姐她违法行医，这是置您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啊！理应杖责50才对，您就这么饶过她，我都替娘娘觉得委屈。委屈？本宫都不觉得委屈，林姑娘有什么可委屈的？楚王妃与本宫有救命之恩，可你却处处针对她，难不成本宫康复你很不满意？娘娘息怒，月溪不敢。对，林妹妹呢，只是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而已。母后，您随便杖责她10棍8棍的，小惩大戒一下便可。娘娘饶命啊！月溪只是担心娘娘的安危，绝无他意。既然林姑娘这么关心本宫，那便去佛堂抄100遍《金刚经》，替本宫祈福吧。抄不完，不得再入宫。是。都怪林若锦那个贱人，撞大运救了皇后，现在皇后明里暗里偏帮着她，可气死我了。不仅如此，萧夜寒生母出身微贱，父皇原本对她并不重视，可如今明显已有改观。再这样下去，她迟早会威胁到本王的地位。如今林若锦天天在皇宫给皇后侍寝，若是在此期间，皇后出了什么问题，皇后出事，林若锦必定难逃其责，萧夜寒也从此没了靠山，岂不任人揉捏？如此一箭双雕，妙啊！母后的病，当真已无大碍。本大夫出手，自然是药到病除。先前是本王低估了你的医术，本王视母后如生母，你既然救了母后，本王自然会好好报答你。真是难得啊！王爷竟然也有狗嘴里吐出象牙的时候啊！大胆！你这到底是何妖物？为何能瞬间榨干本王的力气？此物叫做麻醉针，一针下去，轻则四肢麻痹，无法动弹；重则意识全无，被人开膛破肚都不知道。你这女人，会的竟是这些凶残手段。害怕啦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要是再敢惹我，我照样一针伺候。困了，睡觉。哎，这屋内就这一张床，你睡了，本王睡哪儿？你打地铺呗。本王堂堂王爷，岂能睡地上？难不成你还想跟我同床共枕啊？你不知羞耻！睡觉。
妃，王爷，王妃，王爷，皇后娘娘又不好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楚王妃，你不是说皇后的病情已经无碍了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前些天，皇后娘娘的病已经有所好转，如今却反而更严重。莫不是姐姐贪功冒进，给娘娘用了虎狼之药，这才掏空了娘娘的身子？父皇，母后这症状像是中毒。中毒？一派胡言！母后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中毒？依本王看，就是你医术不精，治坏了母后。皇后宫中哪儿来的毒药？这件事情确实蹊跷，还请父皇让我仔细查看一下，我找到病因才好对症下药啊。父皇万万不可信他，什么中毒？我看就是你为了脱罪找的借口。因为姐姐的治疗，母后如今生死未卜，断不可再有任何闪失了。父皇，母后的病情延误不得，既然她言之凿凿，您不如再给她一次机会。她是你的王妃，她治坏了母后，你也难逃其责。如果当真是她的问题，本王第一个饶不了她。不过，现在事情还尚未分明，三哥就急着给她定罪，难道心中有鬼？我心中有鬼？你胡说！难道不是？都给朕住嘴！楚王妃，朕姑且再信你一次。若查不出原因，朕绝不轻饶。我想要检查一下昨晚母后的一应饮食。皇后娘娘昨晚只进了一些八宝糕和汤药，要是老奴亲手煎的，绝对没问题。药渣还在吗？啊，可有什么问题？这药渣和八宝糕都没有毒。够了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就是你胡乱医治，害了母后。来人，给朕把楚王妃拿下！我知道了，母后中毒的原因就是他。笑话！父皇，他明明刚刚才说过，八宝糕并无毒性。我看他就是狗急跳墙，随便指样东西来顶罪。这八宝糕中确实无毒，可是这里面加了赤蛇豆。昨晚母后服用的汤药中有一味川芎，川芎和赤蛇豆的药性两者相克，如果一同服用，便会产生剧毒。那此毒你可能解？现在既然已经找到原因，对症下药即可。太好了，毒血全部都吐出来了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了。皇上，奴婢已经查明了，八宝糕就是他做的。回皇上，奴婢真不知道八宝糕竟会和娘娘的药性相克，奴婢实属无心之失。就算你是无心之失，损伤母后凤体便是死罪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皇上饶命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哎，皇上饶命！等一下，平常的八宝糕中不会用到赤蛇豆，而且赤蛇豆属于狐药，在大凤都极为少见，所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巧合。朕问你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这个贱婢，竟敢故意毒害母后！父皇，儿臣觉得理应将他立刻拖下去，
乱棍打死。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，怎么可能会懂得狐药混毒这种方法？燕王殿下这么着急就把她发落了，难不成是因为你自己做贼心虚？你胡说，本王才没有。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你要是肯交代出幕后主使，我就可以求父皇饶你一命。你要是不交代，慎行司里的那些手段，你自己是知道的呀。是，你就招了吧。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想想宫外的父母家人。没有人指使奴婢，就是奴婢自己的主意。好，朕倒要看看是慎刑司的刑具硬，还是你这个贱婢的骨头硬。拖下去。是。你在做什么？你自己看看吧。狼红花粉，七星兰。本王记得，这是柳氏当时给你下的毒。赤蛇斗穿胸，是母后所中之毒。没错，这几样都是狐药，产自西域，寻常人轻易不可得。可是最近接连出现，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？有何蹊跷？这两件事情，不都已经真相大白了吗？第一次柳依依死了，第二次小桃死了。你如果觉得这就是真相，那未免也有点太容易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仔细想想，这两次发生下毒事件的时候，除了你我，还有谁在？叶寒哥哥，柳妹妹好可怜，你一定为她讨回公道啊！你不是说皇后的病情已经无碍了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前些天皇后娘娘的病已有明显好转，如今却反而更严重。看来你已经有答案了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是月溪，这一切都是巧合。那你说黑猪草是什么东西？这黑猪草也属于狐药，之前我容貌被毁，长出那么多红斑，全部都是因为这黑猪草所害。既然如此，黑猪草和月溪毫无关系，那你的推断就不能成立。这黑猪草的确是唯一的一个例外，不过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怎么，把我害得这么惨还不够，非要当面来看我笑话是吧？我可没那么无聊，我今天来是有事情想要问你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黑猪草是那么罕见的狐药，你又不懂得药理，怎么可能知道它会害人毁容呢？所以我猜，一定是有人告诉你的，是不是？不错，我确实是听人说的。那人是谁？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猜是林月溪，对不对？果然是他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
这件事跟他没关系。他当初只是无意提到了黑猪草，是我自己偷偷记下的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被人当枪使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也不想想，当时我被称为京城第一美人，如果我的脸被毁容了，那这个称号会落在谁的头上？李月喜。对呀，谁是最大的获益者，谁才是最大的嫌疑人。那黑猪草是那么罕见的药，他没事跟你提这个干什么？你觉得这一切可能是巧合吗？对，当时就是他大肆夸赞你，才引起了我的嫉妒之心。然后他又说黑猪草可以毁人容貌，又不被大夫查出，才让我忍不住铤而走险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在利用我。害人之心，人恒害之。我希望你能够谨记这一次的教训。好你个林月喜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个绿茶婊，没想到你竟是个黑莲花。既然敢惹到我头上，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扒光你的伪装，让你的黑心大白于天下。该死！该死！该死！林若晴，你运气怎么那么好？皇后偏帮着你，连萧夜寒都替你说话，你到底凭什么？你说！夜寒哥哥，你不是最爱月夏吗？你是不是不要月夏？不，我不允许！你这辈子只能爱我一个，听到了没有？哎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皇后令牌在此，我看谁敢动我！萧夜寒，你是非不分也就算了。现在还敢对母后不敬？就算你有母后的令牌，本王奈何不了你。但从今以后，你我之间再无半点情分。王爷，您这就说笑了。你我本就是奉旨成婚，何来的情分可言？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，干脆从现在咱俩就一拍两散。好。休说在此，现在你不再是本王的王妃。王爷，你搞错了，不是你休了我，而是我休了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是我林若锦的夫君。小姐，你好不容易嫁给楚王，真要走啊？走，像这种眼盲心瞎的男人，越早离开越好。但从今以后，小姐你无依无靠的，
那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哎呀，你放心，就凭咱们的本事，不靠那些臭男人，咱们照样可以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那小姐有什么打算？开医馆。啊！这京城这么多家医馆，大家何必在此苦等？换一家不就得了？这家医馆的林大夫不仅医术好，收费还低，咱们等再久也情愿，是吗？对。大娘，你按照这个药方，每日3次，你这风寒咳嗽的症状就能缓解了。来，大夫，给您钱。这一个就够了。谢谢林大夫。不客气。一定记得按时服药啊。好嘞。王会长，这春风医馆低价卖药扰乱市场，可不能这么纵容他呀。是啊，我们已经好多天没有病人上门了，这么下去，我们怎么跟燕王殿下交代呀？是啊。近日，京城医师行会收入一落千丈，竟然连往日的30%都不到。房宝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本王的银子都敢贪！冤枉殿下！医师行会是殿下的产业，你就给小人10个胆子，小人也不敢贪殿下的钱呢。只因最近京城新开了家医馆，他们低价抢客，其他医馆都没了病人，自然就没了收入。废物，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，还有什么资格当医师行会会长？殿下息怒，殿下息怒，小人现在就去处理，马上就解决，马上解决，马上解决。你就是新来的大夫？是，您是哪位？我是京城医师行会的会长。你们既在京城开医馆，便得服从行会的管辖，要统一收费。统一？怎么个统一法？诊费最低1000银子，药费另算。这么贵？那你让外面那些穷苦老百姓拿什么钱治病？这不用你操心，有咱们行会在，所有医馆都是一个价，他们看不起也得看。每年你只需交医馆的30%收入，缴纳会费，就能获得高额的收益。怎么样？你们只顾自己的利益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简直就是行业败类。现在还想拉我入伙，别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敢和行会作对，我看你在京城如何立足！哼！会长，这春风医馆不仅不肯提价，还搞了个每月3次义诊，这样下去咱们都得完蛋呢。你得想想办法呀！是啊，一个没根基、没背景的小医馆，敢和行会作对，我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世子，世子，参见世子，参见世子！这些废物，吃了你们这么多副药啊，半点效果都没有，还开什么医馆啊？给我砸！世子息怒，您这病连宫中太医都没办法，草民们更是无能为力，还望世子见谅啊！我谅你个头啊！本世子要是死了，你们几个也都得陪葬！哎呀，疼死本世子了！草民有一主意，听闻春风医馆的林大夫自诩是医仙下凡，而且还扬言全天下没有他治不好的病。世子大可前去试一试。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带本世子过去。会长这招借刀杀人实在是高啊！这南王乃开国功臣，
在军中一呼百应，连皇上也要忍让3分，实在身份尊贵，不属皇子。这下那林若姐要倒大霉了。是天助我也啊！对呀。神医呢？给本世子出来！要死人了！来，这边坐吧。奶奶的，开什么玩笑？本世子要找神医，怎么是个娘们儿啊？看来世子是瞧不起女大夫啊。你女人家懂什么艺术啊？还敢在外面大放厥词？来人，给本世子把这医馆给拆了！是。慢着，世子，你是不是下腹疼痛难忍，还有恶心、厌食、呕吐等症状？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你真的会医术？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你真会医术？你这个呀，是急性阑尾炎，是由阑尾管腔堵塞造成的炎症引发的。阑尾、炎症，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都是些什么东西？我都没听过。你这娘们骗鬼呢？给我砸！你没听说过，不代表它就没有啊。我看你这症状也不算是严重，吃点药把炎症消下去就好了。好，那快用药，消炎是吧？消的。伸手。感觉怎么样？哎，真不疼了。我刚刚给你吃的是我自己调配的止痛药，这个才是消炎药。你拿回去，1日3次，每次吃1粒，差不多3天，你就基本能痊愈了。没想到啊，你还真有点东西。世子啊，你是不是还有大姐疼痛、带血的症状？什么呀，大夫？这您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你也能治？还消它吗？这个不用消。送你了，早晚各1次，立刻见效。哎！那个不是让你吃的，那个是让你塞下面的。没想到啊，你医术确实高明，要不干脆别开医馆了，来做本世子的私人大夫如何？我可没兴趣伺候你们这些王孙公子。什么兴趣啊？不就是要钱吗？100两，够不够？200两。哎，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我没兴趣。是每个月300两。你这小医馆1年也挣不了这么多吧？世子，这钱你拿回去，我还忙着呢。世子，好走不送，请吧。哎呀，世子，这个女大夫完全没有把您放在眼里，要不要我？这世上还真有不爱钱的人，和本世子见过的那些女人都不一样，有点意思。
这会儿世子肯定已经在大闹春风医馆了。会长这一手高明啊！这就是和我王宝山作对的下场。会长，会长不好了！那姓林的当真救了世子的命，咱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什么？连太医都治不好的病，居然被他治好了？难道说他的医术竟然比太医还高？会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狗屁的医术啊！他就撞大运而已。林若锦，咱们走着瞧。我明明前日才给你开了退热药，怎么反倒没退，还更严重了？您给开的药实在是太贵了，我买不起呀。怎么可能？我给你开的那个药主要是连翘，连翘才几文钱而已。可其他医馆说得一两银子。1两银子？小朱，怎么回事？最近京城流行传染性热病，中招的百姓很多，其他药铺还趁机垄断了连翘的货源，哄抬价格，如今都翻了100倍不止，实在是气人，太过分了！走，找他们去。林大夫，你自视甚高，不屑于我等为伍，此番上门又是为何呀？如今京城流传热病，百姓们苦不堪言，而你们几个却趁着现在这个时候抬高连翘的药价，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咱们又没强买强卖，明码标价，愿者上钩。林大夫管得未免太宽了些。林大夫菩萨心肠，不如索性把咱们连翘全买回去，免费发给百姓，岂不更能博个好名声？哎，林大夫，你若是想分一杯羹，给大家伙跪下，端个茶，认个错，本会长便算你一份。你若只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来，那我劝你赶紧滚。既然这样，你们几个别后悔。哎呦，有个性。退烧的药材不止连翘这一种，不过既得保证药效，还不能让那群人得逞。想起来了。多亏了这波热病，一天光卖连翘的钱就够老夫看诊10年。老夫现在就盼着得病的人越来越多，咱们就赚他个盆满钵满。这些日子那姓林的乱来，害得我等门可罗雀。如今咱们终于一雪前耻了。敢和行会作对，就是自寻死路嘛。就是啊。大人们，大事不妙，热病有了新药方，咱们高家屯的这些连翘全都白费了。怎么回事？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啊。给我一个。谢谢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次这个药方主要成分是金银花，这个金银花在京郊各地你们都能采到，如果有需要的，你们到时候自己采摘就可以了。听到了啊？你拿着啊。有救了！谢谢林大夫，您客气了。谢谢大娘。让开，让开了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欺人太甚！自古以来，看病费钱花钱买药，天经地义。你先是低价抢客，现在又搞出个不要钱的退热药，是存心要断我们财路吗？是又如何？是你们先为了财路，伤害了老百姓们的活路。行医不为钱财，我等姓林苦学，岂不糟践了？只愿世间人无病，宁可架上药生尘。而你们呢，身为医者，个个利欲熏心，根本不配为医。你个，谁打了我？啊！打他！谁？
不然有人不能住手！大嫂，别打！就是他们送我红在腰下，翻开的彩。废物，闹嘴的鸭子都能飞了。殿下明鉴，都怪那个林若锦才在从中作梗啊！本王当是谁呀？原来是他。他这般与本王作对，难道是受老四指使？不可能，萧夜寒早已与他划清界限。京城这些医馆，是本王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。月心，你快帮本王想想办法。没有楚王妃身份的林若锦，不过是只蝼蚁，随手捏死就好了。是，